你见过这样做面的吗？一副画着公鸡的纸画，用手刀切成条状，起锅烧水一通搅拌，竟然做出了一碗香喷喷的鸡肉面。这就是清朝年间颇为盛行的奇门遁甲之术。在这个普通的小镇子，就有这么一个神奇的门派——奇幻门。门派里有一对西洋红弟子，男的叫奇门，女的叫遁甲。他俩的奇门遁甲之术深不可测。可自从师傅去世后，两人却整天斗气，用尽浑身解数捉弄对方。与此同时，一场惊天血案正在发生。当时规定满汉不得通婚，可八旗总教头高雄还是爱上了一位汉族女子。事情败露后，惹怒了亲王，当着高雄的面斩了女子。高雄一怒之下，拔出大刀就把近前的侍卫斩杀殆尽。就在他要了解亲王之时，亲王的手下蝙蝠法师突然出现。此人以恶毒邪术闻名江湖，为追求滔天的权势，投奔了亲王。只见他手指结印，凭空变出一缸老坛酸菜，仿佛有生命一般滚向高雄。高雄与其周旋之际，一只脑袋从缸口伸出，接着是一对手臂、两条腿。原来这是蝙蝠法师训练的钢人，他编出一把锋利无比的纸刀，就要杀掉高雄。高雄毕竟是八旗教头，并不落下风，于是掀起地毯将其束缚，提着大刀就朝外面杀去。外面赶来的侍卫越来越多，情急之下，高雄只好挟持路过的小王爷，助自己逃出升天。可他没有注意到小王爷被一根项链死死缠住。等他逃出王府，才发现小王爷早已嗝屁。为此，高雄懊悔不已。他本想只是借助小王爷的身份逃命，没想到却闹出了人命。他把小王爷安葬在海里，然后拿着他的玉佩从此销声匿迹。转眼过去了11年，东躲西藏的高雄早已白发苍苍。他收了一位养子，名叫树根，每天做苦力赡养高雄。可高雄对亡妻思念有加，整日酗酒麻痹自己。这天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，被王府派出的刺客识破身份。刺客跟踪高雄回家，爬到房顶，用一根丝线给高雄饭菜下毒。眼看高雄就要吃下，却被一只苍蝇抢了先。高雄立刻警觉，舀起毒汤就泼在了刺客脸上，刺客的眼睛瞬间被毒瞎。其他刺客看事情暴露，一并冲出围攻高雄。高雄的眼睛不慎被石灰粉迷住，好在树根及时救场。刺客看到树根胸前的玉佩，把他误认为是小王爷，便停手撤离了这里。两人这才化险为夷。随后，树根为高雄出门寻药，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院子，漆黑一片，格外诡异。一幅山水画上的瀑布竟哗哗地往外流水，纸做的蜡烛竟也一个个燃起了火苗。房间里凭空出现一只烧鸡，树根用手去拿，却突然着起火来，烧鸡瞬间变火鸡，把树根的屁股烧得通红。奇门赫然登场，原来树根误打误撞跑进了奇门遁甲两位老人的家里。刚才的一切都是奇门用幻术对树根的惩罚。奇门得知树根的来意，知道他并无恶意，于是以手为刀，把公鸡画切成条状，扔进锅里，煮了一碗鸡肉面给树根吃，还给了他治疗高雄眼睛的神药。树根把药熬成蒸汽，果然治好了高雄的眼睛。可高雄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蝙蝠法师就杀到了面前。树根正欲迎战，却被葵花点穴手束缚。高雄前来救场，可重伤在身的高雄自然不是对手，才刚治好眼睛，就下线领了便当。随即蝙蝠法师脱掉树根的鞋子，在他的脚上刻上7颗红痣。原来他早就发现树根不是小王爷，小王爷天生脚踏7星防伪认证。此刻蝙蝠法师要将计就计，让树根冒充小王爷回去登基，以达成他控制朝廷的野心。可他上一秒刚杀了树根的养父，树根怎能束手就擒？他看准时机，趁机逃离，谁料又逃进了奇门遁甲两位老人的家里，还刚好落在两人的3八线。奇门正想把树根拉走，结果一根绳子飞来，把树根拴住，接着又是一柄巨斧。原来是遁甲来跟奇门抢树根了。遁甲提议将树根砍成2半，一人1份。结果在几人的争执之间，树根却误打误撞一头磕在了师傅面前。看来是师傅天意要收树根做弟子，两位老人也只好停手，从此传授树根奇门遁甲之术。在两位老人的精心调教下，树根脱胎换骨。可蝙蝠法师还是找到了树根，他本想把树根强行带走，却见他有奇门遁甲两位高手的庇护。蝙蝠法师自知不敌，便假意离去，实则想各个击破。夜里，蝙蝠法师派出刺客，想用毒药将奇门毒死，结果奇门一口气就把毒药吹了回去。蝙蝠法师于是造出面具，变换成奇门的模样来找遁甲，趁遁甲不备，直接扔出电钻，瞬间取了他的性命。临终之际，遁甲吹出一缕头发，通知了奇门，奇门立刻提高警觉。同时，蝙蝠法师又变成遁甲的模样，想用毒气偷袭奇门。奇门直接把冒毒气的碗踢在了他的脸上。诡计被识破，蝙蝠法师撕下脸皮就与奇门大战起来。初出茅庐的树根与奇门联手，用变幻莫测的奇门遁甲之术，将蝙蝠法师打得落花流水。两人合二为一，
长出3手3脚，招招制敌，甚至手掌上还有1只眼睛。蝙蝠法师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落荒而逃。两人反应过来，急忙去查看遁甲老人，却发现他早已停止了呼吸。尽管奇门遁甲平日勾心斗角，但心里却把对方看得比谁都重。树根更是愤怒不已，是要找蝙蝠法师复仇。可在此之前，他要替遁甲完成生前的心愿，那就是帮他拿到可以号令天下法师的五雷天师令。天师令就在丰都城，此刻已聚集了众多高手。要想拿到天师令，必须要过3关。第1关就是在1炷香的时间里，从滚烫的油锅中取出钥匙。众法师围在油锅前，有人用符咒变出一条鱼扔进锅里，想让他把钥匙给咬上。可结果鱼瞬间被炸得金黄酥脆，当场下班。这时树根跳了上来，直接变出第3只胳膊，拿出了钥匙，却被一个披头散发的法师偷袭。好在树根反应及时。第2关是过纸桥，桥下险象丛生，不慎跌落必死无疑。树根身边又是那个披头散发的法师，此人不断偷袭树根，害得他险些丧命。好在树根靠着矫健的身手成功闯关。第3关是击败木头人，他的战斗力堪称爆表，把树根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可惜他也长了2颗蛋蛋，被树根一个猴子偷逃，成功过关。眼看天师令就在眼前，那个披头散发的法师又来捣乱。不出预料，果然就是蝙蝠法师。树根看着此人怒上心头，旋即与他展开大战。蝙蝠法师阴招频出，树根差点就没了根。可此时的树根早已今非昔比，一个起身外加后空翻，一脚就把蝙蝠法师蹬飞出去，接着使出超级变换形态，变身遁甲老人的模样，吓住蝙蝠法师，接着全力一脚直接把蝙蝠法师送走。最终树根把五雷天师令带回奇幻门，供奉在遁甲老人的灵位前。没想到遁甲直接冲破灵位，一把夺走了天师令。原来遁甲早就识破了蝙蝠法师的诡计，提前换上了一颗假头。他与奇门斗了一辈子，对方是不是奇门，他一眼就能认出来。两人又开启了无休止的斗嘴模式，只是现在又多了一位家伙。你最想学哪种奇门遁甲之术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。这里是北仑讲电影，我们下一部电影再见。